方，痛快嚎啕了一场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，不咸不淡的日子将就过了上半场。是谁养了一把傻子啊？我没哭，只是被迷了眼眶。别松手啊，我最好的傻瓜，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，你很好很好啊。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人是你自己啊。遥远的太阳在你身后头顶上啊。我倒是记得上学的时候，你是说过你们家里已经没人了。对啊，我爸跑了，我妈不在了。那兄弟姐妹呢？没有。那可奇了怪了，这老太太非说是你妈，说你现在出名了，有钱了也不认她，找你好几回你也不见。神经病吧？让她给前台留的电话，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？打什么电话啊？我案例这么多都处理不完了，我就一个疯老太太。哎，我觉得没。哎，康总，哎，资料收到了是吧？哎，对，就是那个制作人郭璇，你看过了吧？对啊。别瞎客气了，这两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啊。别不敢回家，你没做错事儿，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把腰杆挺起来，理直气壮一点。回来了，乔主任。有事儿啊？有事儿。哎，咱们医院每年有那康丹草原小儿畸形再造预诊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。本来是小李要去，但小李他媳妇儿要生了，让我临时帮个忙。今天晚上飞机。预诊好事儿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儿子大蛋，我走了之后他害怕睡不着觉。那找阿姨啊。你不会想找我去吧？你儿子害怕，你找我去，那他不更害怕了吗？哎，不是，你看啊，这于公呢，你是主任，我是员工，你是不是得帮我料理一下家事啊？于私呢，上次你舞技那件事情真的耽误了很多我陪我儿子的亲子时光。于实际，我儿子大蛋特别淘气，一般人压不住他，就得你这种凶猛啊。哎，真不好意思，同事的私事我向来不参与。私事儿不参与，那上次谁妹妹结婚让我陪她参加婚礼啊？上次那是个意外啊，反正我带不了孩子。这完全是冲着康丹草原那些小儿畸形的儿童的面子，我才愿意帮你这忙的。听见没？啊，听见了。下不为例啊。好，我下次我就给你写一个表扬稿发咱们那官网上，标题我就写“我院爱心好主任为照顾员工家属困难以身相许”，好不好？你这以身相许？哎，你不跟我说你这次去就是1天半吗？到底多久啊？我将使用手段让大家教你啊。没电了。啊？大蛋，大蛋开门。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。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，不在。吃了吗？你吃了？吃了。你俩还真是够二次元的。大蛋，过来叫阿姨。哟，把女朋友带回家了，这不还是上次那女的吗？别乱讲，这是我领导主任。哇哦！娃个头啊！这两天我出差，他陪着你。什么？爸，他可是异性啊！哎，咱俩想法一致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等会儿，别走！我跟你说，我跟你没有谈判的余地，这两天听阿姨的。领导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2天我就回来了。2天？我杀了你！你不是1天半。
拿2包蝴蝶面出来呗。2包啊！知道了。冰箱这么整齐啊？没有蝴蝶面啊。那点小事干不了。过来，不就在这儿吗？吴大阿姨，长这么大个眼睛有什么用？商量个事儿呗，别老一口一个阿姨了，你就不能叫声姐姐吗？你应该比我爸大吧？小小年纪就别搞年龄焦虑那一套了啊！你爸还喊我宝贝呢，你准备叫我什么？咦，宝贝阿姨。行，算你狠。认识一下吧，我叫乔阳，你叫什么？陆大姨。大一，大小的大，1、2、3、4的一。哇，你爸该不会在大学1年级就有了你吧？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。大旦就是0，天地未分，混沌之元气，出自《礼记》。你是领导，这点儿应该都懂，对吧，乔阳？懂了，大零蛋呗。不是叫你凉一凉再吃吗？知道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哎，静雯回来了，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啊？我手机摔坏了。哦，跟妈说2句。哎妈，文文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？你们怎么吃了晚饭呢？天天吃外卖可不行啊！你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老这样要出问题的。你们好久都没回家了吧？上次你表弟结婚，你也没回来，大家都问你呢。妈啊，别说这些啊，最近静雯也挺忙的。妈，给您买的那个鱼油吃完了吗？哎呀，你买的东西我用不完，就是想你们。下次放假可一定得早点回来啊！哎啊，那你们慢慢聊啊。啊，儿子，我看文文好像不太高兴，你们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没事，她就是最近有点累。这么快睡了？我在想，要不中秋节的时候，咱们还是回家一趟。你上次去我家还是1年前了吧？有那么久吗？我怎么没感觉？怎么了？我妈刚才也没说什么吧？她知道你不爱听，她现在都不敢跟你说孩子的事儿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刚刚不是都说了吗？我累了。
爸都说自己没有。有离组织瓣修复瓣侧颜面萎缩。学霸就是学霸啊！做个手术都还要先预习，要不要我帮你画重点啊？不用，我喜欢任何事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这是一家专门做3D 打印医疗器械的公司，是国内数1数2的。只要你同意在手术中用他们的产品，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技术，还会给你一笔额外的费用。周医生，你为什么这么积极啊？因为我也想掌握我自己做的事啊。刘淼，我很理解你为什么对这个世界充满敌意。以前的我跟你很像，总是有防备心，说出来的话可能更具有攻击性。那是因为我们都不相信人，我们宁愿去伤害别人，也不愿意做被伤害的那一个。自白，通过自我暴露的方式拉近与谈话者之间的距离，很入门的心理学。不过你想错了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知道比人丑就要多读书更恶毒的话是什么吗？身残志坚。不过这句话说得很准确，自从我的脸变成这样之后，我比以前变得坚强多了。明白了，你不是不相信人，是你不想被别人同情。你宁愿让人家讨厌你、怕你，所以你才会威胁我，对我提出苛刻的条件，那是因为不想欠我。这个世界上最沉重的就是人情，一旦接受别人的人情，就得按照他们希望的样子去活着。你不想欠我，那你就帮我忙，让我欠你。这个比赛对我很重要，我要你帮我赢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新伊利格普朗克赞助的第7届新伊利格杯整形修复手术青年医生大赛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郭璇。这个比赛啊，可谓是咱们整形行业每年一度的华山论剑，聚集的呢都是业内的顶尖高手。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的第一组来自格木整形医院的2位医生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格木的整形外科主任周静雯。大家好，我是格木的整形医生乔阳。咱们这期的主题啊是美的移植，到底如何把美移植过来呢？有趣的是啊，我们第一组的案例是朵2生花，一位是派对少女
突遭不幸，人生急转；一位是天才少女，考上名校，弥补遗憾。其实，在大赛之前啊，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提问。请问郝鑫，如果当时没有去夜店的话，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被伤害的风险呢？也许此刻的他还可以继续上着学，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每一个年轻女孩去反思。我想问问郝鑫，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穿着暴露，后悔那天晚上去泡吧呢？哎，过来，看那边。我不后悔，我为什么要后悔啊？你这样问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来，我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郝鑫的主治医生乔阳。刚才女主持人问的问题啊，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网络论调啊。当一个女孩遭受了性骚扰啊，甚至是性侵的时候，那一定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，或者是穿得太少啊。那在我看来呢，这是一种混蛋逻辑。尤其当这些话呢从一位女性的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呢，是极其的让人失望的。没有人质疑加害者，而我们的受害者呢，至今还要坐在这个地方遭受他人的质疑，被社会的舆论反复鞭打，这是非常不公平的。那换作是我呢，我现在恨不能一把火烧了这个演播厅。但即便我共情力再强，我也无法想象他在遭受灾难的那一刻的时候的绝望。我甚至也无法想象，如果当时是我该怎么办。我每天都在跟各色人等打交道，其实在我看来呢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呢都长得很正常，没有问题，但通常呢他们都会对自己非常的不满意，甚至深深的厌恶。所以我常说，其实整形医生呢长得不是脸，而是心。正所谓相由心生，境由心转。甚至在我眼里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病人的，只有人。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可复制的。做节目我不懂，当然作为整形医生呢，我今天想给郝鑫一个专业指导意见。你始终要记得，你是珍贵的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了，还有一个人是值得信任的，就是你自己。别松手啊，我最好的傻瓜，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，你很好很好啊，别松手啊，最好的时候还没开始呢。你的医生掉进节目组陷阱了，制造公共话题冲突就是他们想要的，但也不一定。兴许他们就是有剧本，就这么演的，效果也还挺好。你很像我发小，我跟他从小学玩到高中，不过后来我退学了，我俩就没联系了。他跟你一样，什么都懂。我也没什么都懂，你像这些我都不懂。你不会化妆？化妆多简单呀！来，我教你啊，我教你认这些东西。这是遮瑕，就是我们脸上这些瑕疵，它都能遮得住。然后完了，这个是腮红，你可以打在你想打的任何一个位置。你想眼睛红，你就涂在眼睛上。它这可以调，它这比较自由一点，专业一些。一般都是专业化妆师用的这种比较大的盘，然后我们平时就用这种小盘就差不多。这日常颜色都能用得上。都是腮红。情感漫改可算赶回来了。哎，我谢天谢地谢你，我这几个晚上过得真是水深火热。辛苦了。这家里有女主人就是不一样，人家真的好久都没这么干净。你家之前没有女的来过吗？阿姨。你前妻呢？大丹他妈？没有，只有在他给大丹寄礼物的时候，我俩会简单聊两句。
大丹天天晚上跟他妈视频，你这两天没发现吗？昨天晚上还通视频来着，他把门关上不让我看。我发现大丹好像比一般孩子更敏感。他妈从小不在身边，没什么安全感。是。咱俩都是婚姻的叛逃者呀，他也是人生的幸存者。但我一直很不明白，你这么爱玩的人，当初怎么就结婚了呢？爱玩跟结婚有冲突吗？为什么总把结婚这件事情想得这么恐怖呢？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享受这段旅程，而不是为了那些什么未知的结果去妥协。真的没必要用未来那些烦恼来惩罚今天的自己。但今天的自己，迟早会为过往的冲动买单。开完买单啊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就是为了那点冲动吗？冲动多重要啊！那陆大夫，麻烦以后你冲动的时候，能不能想想后果？我现在就很冲动，我就想冒犯领导，有什么后果吗？后果很严重。爸爸，让我睡觉。你自己睡嘛，去。小孩子让他锻炼锻炼。哎，那干嘛非选经典锻炼？回头该恨我了，就你这坏阿姨。快点儿！来了，我先把他哄睡着了，等下再过来。干什么你啊？不是你自己睡吗？你爸忙，你没看着吗？啊？来，停！哎呦我的天！周主任出来太晚了，都回去再来一遍吧。哎，小伙子，我这真是给你们面子，才配合你们在这没完没了的来回走路。这走路有什么好拍的呀？我手术总不能再来一遍吧？这样吧，他们谁走得好，你让他们走，我得干活去。梅小西，你走路上瘾是吧？啊。乔主任都不拍了，别拍了吧。要不我给你演个乔主任？你闪一边去。真绝！你说参赛医生那么多，非把咱们两个主任安排到一个组？那肯定的呀，人节目组要的就是这效果，同事操戈，知道不？同事操戈。哎，你们说这场竞赛谁能笑到最后啊？一顿早午餐，我全压周主任。我再加2杯奶茶，我 P 个乔医生。哎，董主任。哎，你怎么来我们科啊？哎，我就是来看看啊。主任来看热闹的吧？哎，他们怎么没拍你啊？我哪有那个时间啊！真是，你们看看我这治疗排得满满的，哎，没有这个时间。哎，那董主任，那你觉得这次比赛咱谁会赢？哦，那你们觉得哪一个会赢啊？我赌周主任。我压乔医生。我也压乔医生。哎呦，哎，全糖的，女孩子嘛，不要喝这么甜的啊。你输定了。哎，主任，您又拿我奶茶，明天记得给我做个项目啊。哎，没问题，哎，随时来找我啊。主任，记得给我做。哎，但是我不一定在啊。哈哈。准备麦特波。我他妈怎么糟烂的这么严重啊 ？CT 还是没有完全排出来，怎么办这样？要不然先缝上。能看懂吗？啊？
主任，报告出来了，血管收缩化成像。师傅，您看这儿，血管内膜增厚腔很窄，大概率会出现堵塞。动脉硬化闭塞及脉管炎啊！他这么年轻，怎么会这样？日常颜色都能用得上。都是腮红吗？病人可能隐瞒了吸烟史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取消手术，你先去通知郝鑫。师傅，我们准备这台手术准备了这么久，我不甘心啊！取消就取消了，一个破比赛还能比病人的命重要？不好意思啊，二位，你们先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有，我们商量点事儿啊，谢谢。为什么？手术为什么取消？不是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问我呢？李总，你给解释一下呗。不是，这段要不然先不拍了吧？你现在这样是不是对我们医院形象不太友好呀？你们耍我呢是吗？把糟烂的骨头磨掉，再接上3D 骨骼呢？这3D 骨对不上啊，跟当初我们设定的面部形状不一样，做出来又不好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出点小意外，手术取消了。你们怎么样啊？面部骨骼糟烂情况超乎我们预期，3D 骨骼也完全无法吻合。可以先把这个糟烂骨头切掉，取肋骨的第7类跟你这个3D 骨骼配合。可以这样，但就是恢复时间比较长，估计赶不上他开学了。我们签了手术协议，必须在开学之前出院。你找家属重新签字，顺便把泰丁泰王还有肋骨截骨包拿来。哦。加强麻醉的时间。小杨，你去扶我袖长。里面那切口得小一点，位置不够，够，我来，我最小的扶手去。红鹤看你了，为什么取消手术？你为什么骗我们？我骗你什么了？当时我们填资料的时候，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确认过，你不抽烟不喝酒，对吧？现在报告出来了，你的血管内膜增厚腔很窄，就是因为你抽烟，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做不了了。这不可能，我从来都不抽烟。但我在你的化妆台上看见了一个烟盒。是你说那烟盒？特写特写，拍我，拍我！我从小就有偏头痛的毛病，紧张的时候经常犯，所以我随身携带 SP0。对不起啊，乔主任，让你误会了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跟郝鑫聊聊。乔医生，这是我们工作。出去，这是我的病房。我们出去休息一下，搬点东西好不好？来，出去，先不要拍了，咱们先歇一会儿。拍这别拍了，就拍的都是我特写。快看，来，先不要拍了。确认是我搞错了。你没错，我是问题少女嘛，你会这么想很正常。做医生的，大多数都有过度自信的臭毛病，我也不例外。也可能是职业习惯吧。通常我不愿意放过任何细节，所以我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也只有这样，
我才能对我的患者负责。这本来是个优点，但也是个问题，所以我过度主观。就像今天这件事情一样，是我判断失误，我向你郑重道歉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问问咱们这边还要聊多久？手术应该还能做哈？病人长期服用阿司匹林，术前已经推了血凝酶，现在关键是要控制术中的出血。血压怎么样？目前血压正常。皮瓣移植以后，首要关注的就是并发症。第一晚的这个护理呢是尤为重要的啊，需要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，就要去看一眼，确认一下皮瓣成活的情况。那如果说有看到发白、发黑，甚至是红肿的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得特别警惕了。皮瓣颜色发白，明显是供血不足，有没有可能是血管底部处理问题啊？不可能。诶，醒了？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出大事了？没成活吗？你平时是不是有往一侧睡的习惯？往右边。难怪，这就跟我们压着手睡手会麻一样，所以会供血不足。你看魏大夫多紧张你，咱们为了更好的恢复，从今天起不许侧睡了。你的任务就是躺平。平躺着我睡不着啊。是吗？那把你那个临床医学导论给他拿过来，那可是本好书啊，谁看谁睡着。医学伦理学效果会更好。是吗？那一块拿过来吧。要睡，要睡，都打呼噜呢，你看，那我觉得还是药理学厉害。伦理学，哎呀，那仨字我一看我就不懂。伦理学你听一听，半秒谁都不用1哎，秒。我下午还去找你呢。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在忙呢。看一看我给你带的新的，这都已经换上了。我请朋友从德国替妈买了鱼油，我算了一下时间，他差不多要吃完了。妈那天其实也不是故意跟你说起那个，只是正好算起来，咱们俩结婚到现在，你也就过年的时候回去了3次。他和我爸后来还专门跟我说让我不要再跟你提这个，怕给你压力。你结婚的时候，你说你们家人走得早，家里只剩你一个。我妈当时就说，今后咱们家就是静文家，她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支持她。这方面最近做的不太好，你别介意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中秋节我们提早2天回去，先陪陪他们，我们再去度假。这件事情我们回头再商量。怎么了？我其实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总觉得你有些事情在瞒着我，就像你退学那件事情，说实话我真的不在意。但是静文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们应该坦诚。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行，以后什么事情都告诉你。手机你要不要看？这太没诚意了吧？看啊。新手机里边能有什么呀？我可得把这个机会用在刀刃上。随你啊。
这老太太非说是你妈，但她给前台留的电话，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？2、3。你们什么时候回荣川的？周凯呢？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啊？你谁呀？你花了那么大功夫来找我，不认得我了？啊，文文，真漂亮啊！我认得你呀，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。周凯找你来要多少钱啊？哎，对你把家里钱全拿走，这一走10几年，对吧？啊？这卡里面有10万，密码在背后。我当初离家的时候只拿500块，现在连本带息的还你。你跟周凯说，以后别来找我，我不欠你们的。哎，文文，妈，让你别来，没意思吧？恢复的真够不错的，漂亮死了，大宝贝儿。乔医生，我漂亮不？老漂亮。像你这种带脸基尼能带出你这种气质感觉的人，凤毛麟角。妈呀，真是啊，有了名儿的乔医生的嘴骗人的鬼，净瞎说。你咋回事啊？你怎么不开心啊？这脸部神经恢复了呀，能笑啊？能笑得出来吗？芭蕾舞学校那边给消息了，被辞了。这什么道理？那现在社会不就这样吗？人们的同情心只会放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上，一旦涉及到自己，立马就是另外一副嘴脸。没事，我能理解。学校里都是小朋友，我在那儿家长不放心很正常。等出院了，我再找个工作不就行了？说的轻巧，工作那么好找呢？这节目现在这么火，都知道你了，你说哪个找你的不得掂量掂量？我想给你注射的是玻尿酸，为了让你两边脸颊比较对称，这才是中小考吧。等到半年1年恢复的差不多，就给你脂肪填充，就算正式毕业了。直到毕业都免费吗？就当送你的奖学金啊！可是我参加不了开学典礼了。很抱歉，我承认是我违约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告诉你，你的手术是我跟乔医生一起做的。看来你是赢不了了。Hello， 早，小溪。啊，珊姐，美式还是拿铁？哦，拿铁就行，谢谢。您是来找乔主任还是周主任？找你。尽量不说话。好。
没事儿，李总没来呢。刘淼那台手术本来都暂停了，我们团队退出之后又完成了，这也太神奇了。怎么完成的呀？你跟我说说呗。哎，萱姐，刘淼他是周主任的病人，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小溪，你别多想，我呀就是听他们说这台手术有彩蛋，就想从你的视角听听这个故事。萱姐，您看啊，这件事情有2个主角，一边是我师傅，一边是我老板，您别为难我了，我在背后说什么都不合适。理解。这毕竟也是个比赛，你总有你自己的立场吧？我的立场就是希望我师傅赢。你们医疗圈还真有意思。哎，后续我们准备对这种节目做个系列，想找些年轻医生，你有兴趣吗？有啊。那加个微信吧。行。好的。你们周医生这台手术呀，太神奇了，我错过了真是很可惜。小溪，你就跟我说说呗。我师傅的这个境界，一般人确实很难理解。那这么说，这台手术乔医生也参与了？你看他平时挺厉害的，其实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，没啥心眼，大大咧咧。怎么个大大咧咧啊？哎，小溪，到点了还不上去啊？你先上。好。那这样你先忙，下班了咱们再聊。到时候我喂你啊，拜拜。哦，好。当心要沉入黑夜，渐痛的重放，用力却抵达荒野的迷惘。但我不做屏风上的鸟，做沙漠，做洪水，做飘飞的烛火。曾独自站在没有月光的夜里，望着你安然的身影，温暖你的，也曾将我抱紧，抱进了烛火般的今夜的风将我带去哪里？祈祷着希冀山东